我妹是个十足的恋爱脑，非要休学嫁给大她一轮的男人，月子期追3胎。我和妈妈极力劝阻，却险些被她和她老公害死。自此，我俩再不干预她的人生，这对颠公颠婆就该一辈子锁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妹妹听到我们的祝福，难掩喜色，得意地让我们摸她还没显怀的肚子。妈，这才是你的亲外孙，生下来你可得给他准备好长命锁。我妈带我去算过，说这个准是儿子。姐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就明白了，女人不能不生儿子。我干笑，看着她身旁还懵懂的2个女儿，有些不忍。手碰到她皱巴巴的肚皮的瞬间，寒意直窜到头顶。我不可控地想起上一世她也是这样捧着肚子来先斩后奏，显得之前苦苦劝她保重身体，别急着追3胎的妈像个傻子。妈当时就不乐意了，虽然脸上没带什么，但等她走后就跟我商量什么时候去劝劝她。我那时也觉得妹妹可怜，小女儿是她哺乳期怀上的，生的时候大出血，在手术台上疼晕过去。当时妈跟她下话，绝对要好好养身体。她老公蔡永辉也是满口保证。这才过去多久，刚出月子就又有了，这不是明摆着蔡永辉欺负她吗？于是和妈第2天就着急忙慌地上门劝她打胎。她不满地嘟起嘴，妈，辉哥家大业大的，没有儿子怎么行？谁来继承这些？你呀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。你辉哥家大业大，怎么不见你唠叨什么？他1年就给你2万，还要孩子在外不丢份，请月嫂的钱一去，你还有多少？说起这个，妹妹就高兴起来，拿出自己的手账给妈看。妈，你看我昨年才花了2000，多多不喝奶粉，不爱穿纸尿裤，又省了一大笔。我们家条件虽然比不上蔡永辉，但也没让妹妹吃过苦。上大学1个月都给她2000，她现在1年才花销2000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妈妈也气笑了，省的钱你当私房了，还不是到了你婆子妈那，高兴什么？妹妹被她老公叫走，妈忍不住叹气，向我抱怨妹夫的抠门。现在想来，就是这通抱怨才让蔡永辉痛下杀手。但我能确定这段话没有别人知道，我耳力好，没听到一点异动。何况在这之前就前前后后看过。但蔡永辉跟我们一碰面就脸色难看，桌子上妹妹特意多添的菜还没动2口，他就阴阳怪气说我们动静大，吓得他的老母亲都不下楼吃饭，然后跟换狗一样指挥妹妹去叫他妈。妈妈顿时就生起气来，我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，毕竟以前蔡永辉为了表明妹妹非他不可，比这更过分的都使唤妹妹干过，教唆她休学，夜不归宿，顶撞父母，偷户口本。爸爸就是这样被气得病情恶化，撒手人寰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尊重祝福，绝不干扰妹妹，希望她撞过南墙，吃过苦头再回头。但我没想到她乐在其中，沉浸在蔡永辉的训话里。蔡永辉表明自己喜欢贤妻良母，他就穿得破破烂烂，邋里邋遢，天天围着蔡永辉打转。蔡永辉不让他出去工作，他就靠着他的施舍生活，还当作恩赐。这次怀3胎，她婆婆说要给她1万当奖励，她就高兴得不成样子，天天来游说妈同意，那眼皮子浅的样子，让我一度怀疑当时的尊重祝福不干扰是不是错了。所以妈刚开口，我就同意一起来劝她。等到蔡永辉快70的妈慢腾腾地下楼，桌上菜都凉透了，妹妹殷勤地替她捏肩捶背，给她端茶送水，
老太婆犹不知足，嫌弃地看向妈妈：“亲家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孩子我都想让你们领回去算了，肚子里揣俩都是女的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个要还不是男孩，你们就领回去，免得让我的辉子丢人。”妈冷笑，没说话。蔡永辉倒不乐意了，踹了妹妹一脚，猛灌2口酒，指桑骂槐：“你别以为我妈年纪大了，就对她冷鼻子冷脸的，到时候跟你翻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蔡老太婆听了这话，挺直脊背，嘴快扯到天上去：“还是儿子好啊，不枉费妈生养你一回。”妹妹还傻呵呵的帮腔：“妈说的对，还是儿子好，是妈好福气。我儿子要随辉哥一半孝顺就好了，这样的妹妹真是无可救药。”妈和我叹着气，食不知味。蔡永辉却突然掀了桌子，把手里的酒瓶往离得最近的我头上招呼。妈妈反应虽快，及时推了我一把，但她自己被刚才下楼兜喘的老太婆狠狠揪住头发，妹妹吓得瑟缩了下。在老太婆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不想教训你妈，就给我滚出蔡家的歪理中，向丈夫递去半碎的酒瓶，又死死制住挣扎的妈妈。我滑倒在地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完全不挣扎了，耳边老太婆还在为儿子鼓劲：“打得好，儿子就该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瞧，打死了也活该。”妹妹只是背过脸，默许一切，手还钳在妈妈身上，直到妈妈咽气，她才掉了2滴泪。2个女孩同志的眼睛映出屋内的狼狈，剩下的我不愿再回忆。钻心的痛过后，再度睁眼，我发现又回到妹妹宣布3胎的这天。她一向没有耐心，门铃按个不停。我正犹豫怎么告诫妈妈不要再插手妹妹的事，毕竟爸爸死后，我虽然说动妈妈不管妹妹，但骨瘦嶙峋的妹妹每次回娘家，妈妈忧心不已，对我也有些怨言。结果刚从房门踏出去，我就看到同样愁眉苦脸的妈妈，嗫嚅着：“程程，你妹妹这事咱们管不了。”看我惊诧，她马上补充：“她婆婆就盼着这个金孙，随她去吧。”她这时好像想起妹妹还没告诉我们怀孕的事，自己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，懊恼地倚在门上。我想起妈妈那本能的一推，还有妹妹动手后就不再挣扎，她应该绝望了吧？我不由得眼圈一红。妈，我知道，您放心，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。这次换妈妈惊讶，她含泪点头，明白我和她都在必死中纵火。说着我就打开门，妹妹不满地把婴儿车提进来：“姐，干嘛呢？我都说要来了。多多重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我把多多抱起：“你选的吗？吃糠咽菜都要和辉哥好，抱会孩子怎么了？”妈，你看姐。妈可没空理他，牵起丫丫就往屋里走，拿出水果玩具给他，不留情面地训斥妹妹：“妈虽然生你时也盼你是个男孩，但没短过你吃穿。你这么对2个女儿，可别又怪妈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孩子脸都皴了。你也不说买点面霜给查查。”我们都不约而同的不想面对他这张脸。不过这一打断，妹妹由面前的孩子想起肚里的孩子，满脸幸福地告诉我们喜讯。我和妈妈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：“这是好事啊！盼了这么久，总算让你盼到了。”她立马得意起来，说要把2个女儿寄养在这边，自己好安心备产，明显迥于上辈子的走向。但我没多想，2个侄女又瘦又小，以她的抠门，肯定缺少营养，放我这里也好。但我没想到，这2个孩子会变成烫手山芋。从那之后，妹妹经常打着看孩子的名义来我家做客，神经兮兮的反复向我们求证这个孩子的到来是否正确。
得到我们肯定的回答后，又一脸不快，后几天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就在我发现他随身携带的手杖上透着古怪时，他跟人间蒸发似的，再不见踪影。遗留的手杖看得我眉头紧锁，上面断断续续写着妈妈和我死后，她很愧疚，蔡永辉要去自首，她婆婆让她为孩子以后考公考虑，她只好和婆婆一起处理尸体，主动在邻居面前掩盖，真可笑。我和妈2条人命在他们眼里，还比不过那个没影的3胎的考公之路。以及她又生下女孩后，婆婆和蔡永辉骤变的嘴脸，她祈求上天再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，结果真的让她回到刚怀上3胎这天。但我和妈妈的态度都变了，支持她。她在想，是不是孕期焦虑，自己臆想出杀人这些事。她还纠结到底要不要打胎。最后一页他潦草地写着，还是打掉吧。我也希望他能给自己回头的机会。可就在这时，蔡永辉骂骂咧咧地打来电话，问我们是不是挑唆妹妹跟他离婚，还故意把2个女儿带走，以为这样就能揣着他的儿子跑吗？最后警告我们，要是他的儿子有什么闪失，一定和我们拼命。话音刚落，砸门声就不适宜地传来。我透过猫眼再次看到蔡永辉，恐惧和不甘升腾而起，而他阴冷的眼神和把我们置于死地那天没什么区别。我想装作没人在家，不理会他在外的污言秽语，但已经会叫爸爸的丫丫兴奋地爬到门前喊起爸爸，一声比一声尖锐，多多跟着哭了起来。蔡永辉闻之冷笑，蒋成，你别以为一道防盗门就挡得住我，我数3声，你再不滚出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心里也随之一咯噔，但对他撞了2下巍然不动的防盗门还是放心。他继续撞门放狠话，笃定我们动了他儿子。想到买完菜的妈妈要是碰上他，我迅速拨通妈妈的号码，铃声却在门外响起，一声接一声，无人接听。我从猫眼向外看，黑漆漆一片，应该是被蔡永辉挡住了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我更加焦急，想要开门一探究竟，却突然记起，自从丫丫多多被我妈震耳欲聋的老年铃声吓哭，他就拜托我给他调成静音。门外蔡永辉耍的把戏，差点把我唬过。这时妈妈回拨过来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怕蔡永辉听到，往屋里错了2步，却听到他欣喜地讲，程程，小婷想通了，要打胎，我现在正和他在医院呢。我压低声音，妈，你不是说再不管他的事吗？你忘了？蔡永辉，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蒋成，你妹妹能听进去话，事情就有补救的余地。不说了，到我们了，再打她就不接了。妹妹的电话也打不通，听着忙音，我心乱如麻。蔡永辉做事全凭自己喜恶，不为儿子也能和我们拼命。现在儿子没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硬着头皮开门，对上怒气腾腾的蔡永辉，生生挨了他一拳。小婷扯着我妈去医院打胎了，你快打电话问问。他扬起的拳头一放，关掉音乐，边拨电话边恶狠狠地盯着我说，要不是你们劝他，他会打胎。我儿子有什么闪失，要你们一家人赔命。妹妹几乎是秒接，含了蜜的声音从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，辉哥，怎么了？你那个死姐姐说你要打胎。妹妹打断她的话，辉哥，我找师傅算过了，这是个女孩，所以才……我妈你信不过，信外人，你少给我胡扯，快说在哪？妹妹麻溜地报完医院后，蔡永辉就掐着我，让我开车送她去，不顾2个独自在家的小孩。
一到医院，妹妹就飞扑过来，笑容里满是讨好。辉哥，你来接我了。对蔡永辉的黑脸视若无睹。辉哥，人家就是想让你低个头来看我吗？别生气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姐，多多和丫丫在你那再住几天，我和辉哥先走了。意识到自己又成为他们恩爱一环的妈妈，垂着头移到了我身后。妈，你看看这个。回到家，我就把妹妹的手账本递给她，她的反应和我大差不离。小婷怎么能这样想？不止，我又向前翻了几十页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每一次我们的劝阻都被妹妹当作刷蔡永辉好感度的工具，是见证他至死不渝爱情的垫脚石。蔡永辉固然可恨，我更讨厌这样干的妹妹。折起来的一页应该是他最后添上的。他知道，就是因为这些夸大的说辞，为了你，我妈不让我吃饭；为了你，我姐觉得我气死，爸爸给我使绊子嫁给你，因为他觉得你烂人一个云云，才让蔡永辉积怨已久，进而对我们动手。但他今天还是干了，尽管他解释是自己的原因。蔡永辉一定会把差点打胎这笔账算到我们头上。妈摸着我脖子上的红痕，开口就是搬走，惹不起他躲得起。我同意，准备把2个孩子送回去。妹妹死活不愿意，我和妈直接到她门口，蔡老太婆却横在面前，让我们把孩子抱走。她不要没用的丫头片子，见我们不肯，她扫了多多一眼，哎呀，孩子怎么起这么多疹子？怪不得要还回来，大家都来看呐！这个死老婆子想害我孙女。她的牌友立刻七嘴八舌地指责我妈，妹妹也生起气，看都不看，接过多多。妈，姐，你们怎么搞的？孩子好好的给你们，这样对他，你们忍心吗？我挡在妈身前，亮出头发枯黄稀疏的丫丫。孩子被你饿得面黄肌瘦，夜夜哭着说肚子疼，你就忍心？你现在跟我去医院，多多哪里有疹子，你就给妈跪下道歉。我一扯他就求饶，说自己看错了，既然我们养得好，就让我们继续养。妈不同意，把孩子递给他就走。不知道他教了丫丫什么，跌跌撞撞地扶着楼梯追在我们身后，喊婆婆姨姨。眼见我们已经过了楼梯拐角，他大声指挥丫丫直接从扶手翻下。蒋婷，你疯了！他噔噔噔地走了几步，嘴里说着妈帮我带孩子天经地义，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又反悔，把丫丫多多送回来。妈怎么都不体谅体谅我？我和妈放心不下，也朝楼上走，却听到妹妹的尖叫。不远处迅速坠落的幼小身影让我滞停在原地。病房外，妹妹只是哭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在摆着臭脸的蔡永辉迟迟到来后，他才吐出几个字。他埋在他臂弯痛哭，看不到蔡永辉的一脸嫌弃。辉哥，都怪我，我是开玩笑的呀。谁知道丫丫当了真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翻了下去。你跟警察也是这么说的？蔡老太婆把他挤开，旁若无人的和蔡永辉胡扯。别听他瞎说，明明是丫头追他外婆大姨，不小心掉下去了，那一片又没装监控，我们才是证人。他牌友纷纷点头附和，就是就是，辉子，你媳妇受刺激胡言乱语的，你可别当真。蔡永辉没吭声，一脸凝重地问他妈：“这是闹得大不大？租客没受惊吧？”又在医生说暂无大碍，需要留院观察，可能伤到脑部时马上变脸，斥责妹妹屁大点的事还要耽误她打牌，急冲冲就走了，太可笑了。妹妹还依依不舍的，觉得蔡永辉百忙中抽空来看丫丫是丫丫的福气，炫耀似的讲给多多。我和妈也准备离开，却被蔡老太婆一把拽住。
要求我们赔钱。在他看来，为妹妹打掩护，我们要给封口费。丫丫出事跟我们脱不了干系，所以还要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。我妈对回去，好啊，等我回去一次性烧给你，免得你不够花。杨玉秀，我现在就去告诉警察真相，怕你女儿蹲个几年。那你去啊，反正又没监控，你以为你嘴一张人家就信？笑话，你尽管去说，我女儿进去了，也是她罪有应得，只不过你的报应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，你跑不掉。妈不甘示弱，拿她之前不要脸的说辞噎回去。临走前，我听到妹妹还在给蔡永辉发语音卖惨：辉哥，我妈是真生气了，都要大义灭亲，把我送进监狱，是我错了，可我都是为了和你的小家呀。儿子闹人，妈也不说带带多多压压，这不是给我添堵吗？虽然嘴巴上这么说，蔡老太婆前脚刚走，她就跟我妈诉苦，说蔡永辉不负责任，没有担当，把她害成这样，拖着小的，怀着孕还要照顾一个，让妈妈来帮帮她。妈妈被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哄得心软，差点应下。妹妹见状立刻叫喊着让妈妈帮她，她才能挪出手离婚。她倒是想打胎，这样连轴转根本吃不消。妈妈犹疑地看着我，程程，你看妈，她这话都说了多少遍，也就你每次都信。如果肚子里真揣个男孩，你看她敢不敢把打胎挂在嘴边？妈一听就泄了心思，和我头都不回地离去。晚上，蔡永辉把门拍得砰砰作响，吓得他怀里的多多嚎啕不已。他不耐烦地甩了多多一巴掌，在孩子越来越大的啼哭中狠踹两脚，最后把多多就地一扔。在出现时，手上拿着一把不知道哪弄的小斧，哐哐两下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还好，我们以最快速度搬了家。等他砸到半夜，邻居大概坐不住了，警察数落了他一顿，没收小斧。他陪着笑，解释自己醉酒，抱着哭累了早已昏睡的孩子落荒而逃。第二天，又锲而不舍地来砸我们的猫眼，见纹丝不动，把多多扔下就走。整整4个小时，孩子饿得哇哇大哭，我妈都快坐不住，要去抱孩子回来。死角里，妹妹和蔡永辉却一前一后地走出。妹妹抱着孩子摇了几下，和蔡永辉说：“看来我妈是真狠下心，不帮我了。辉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死丫头伤得那么重，怎么想让我妈给她把屎把尿？没门！我让她住院已经够对得起她了。呸！辉哥2次利用孩子，只能说狗改不了吃屎。”妈也彻底对妹妹心灰意冷，和我一样放下助人情节，嘲笑他人命运。这几天，妈的手机快要被打爆，她拒接。微信上妹妹发来密密麻麻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，妈妈和我一样垃圾话频出：“你挑的吗？偶像，这才哪到哪呀？打是亲，骂是爱。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”妹妹气得不再回话，转而发消息谴责我不要脸。她不相信一向疼爱她的妈妈会说那样的话，但我眼疾手快把她拉进黑名单，想着她无能狂怒的样子还有些好笑。她顶着散乱的头发，抱着孩子再度出现时，我和妈妈一手捧着一把瓜子，津津有味地看她哭诉拍门。妹妹却傻愣在原地，歪着脑袋看了一会，突然给妈拨来了视频。妈还没来得及掐断，就看见她踮脚扑在门上，癫狂地大喊：“妈，接电话！妈，接电话！”可能是手滑，妈妈接通后，我迅速调低了手机音量：“妈，要是我说了我又生了个女儿，还被蔡永辉折磨死了，你信吗？”妈妈只是蹙眉：“你这就纯属无稽之谈。”
妹妹听到他回话，又惊又喜。妈，我的手账丢在家里了，您能帮我找找吗？里面还夹着几张现金，我要急用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没见过什么手账，你在家里再找找看。妹妹大声尖叫，不可能，没有见过。姐为什么会说真揣个男孩？你们肯定知道了，才这样对我。可那些都是假的呀。随即冷笑，妈，别以为藏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们了。你们搬得那么快，一定就在这附近，是红亭小区对吧？姐姐喜欢南向的房子，喜欢没有遮挡，那就只有15栋。她忌讳4、7，你们不能住高层，我总会找到你们的。妈妈愣住，因为她说的确实没错。妹妹这时沾沾自喜，我猜对了，妈妈，我亲爱的妹妹，你家庭主妇当久了，还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自己动手吗？还挑近的方便，你不知道货拉拉吗？我接过电话，镇静地嘲讽她，她面容果然扭曲，7进猫眼。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她眼角细碎的皱纹，以及布满血丝的眼球。你们为什么不肯再劝劝我？为什么？妈妈，你忍心让我挨打吗？忍心让他们这样对我？妈妈不大不小的声音给足了我底气，好好和蔡永辉过日子，夫妻不都是这样打打闹闹磕磕盘盘过来的？我是你妈，当然不忍心看你受委屈。那你呢？多多妈妈，丫丫妈妈，你忍心让你的孩子为你受委屈吗？丫丫被你教唆着从楼上翻下来的时候，多多被你放在门口置之不理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？我想到你被蔡永辉教唆着绝食休学，想到你大出血，蔡永辉一看是女儿，再不过问，把你丢在病房置之不理。怎么，你把他的手法学了10成10，用来对付2个小孩子？我和你姐不是没劝过你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那妈妈，你不恨他吗？他把你那样活活砸死，你就不想杀了他解恨？妈妈沉默了，妹妹泪流满面。妈妈，你们果然是重生了。我本想抢过手机贴清重生，妈妈却率先开口，是我们重生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年龄大了，不在乎和他拼命，但程程不能因为烂人毁掉后半生。你以为杀人真能随随便便就遮掩过去吗？老天爷给我们重来的机会，是让我们把握住生的可能，活得精彩，不是让我们沉湎在仇恨里。如果你恨他，想自己动手杀他，我理解尊重。你想让我恨他杀他，不可能的。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。我和你姐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，你不珍惜，现在你只能靠自己。妹妹退后几步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妈，那你总该给我借点钱吧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脱身？妈妈掐断了电话，把她拉黑，长叹了一口气。要是她一早就真的醒悟，我说不定还会心软帮她。可她后面的日子里，无数个陌生号码发来，别想撇开我，我一定会找到你们的短信。妈妈扫了一眼，继续做她的健身操，跟我笑着形容妹妹是窝里横，把用在我们身上的心思拿去对付蔡永辉，也不至于过成这样。后来听说知道妹妹有打胎的心思后，蔡永辉寸步不离地跟着她，他的骚扰短信再没出现过。妹妹怎么辩解这胎是女儿都没用，蔡永辉只信亲妈，闹得实在狠了，他就画饼，再生个女儿也没关系，女儿贴心，4胎追个男孩也是一样的。妹妹破天荒的反驳，让他暴怒，又一次动手。疯疯癫癫的妹妹刚闯进小区，就被蔡永辉抓住头发，她跟感觉不到疼一样跪坐在地。蔡永辉立即扼住她的手腕，她挣扎大叫：妈，原来您之前就是这么痛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和妈妈在阳台看戏，
他把我一扯，手机差点给我吓掉。别看了，装的。你妹从小一说谎，眼睛滴溜溜的转。不信你看，真疯了，保安会把她放进来。果不其然，不到10分钟，妹妹跟个没事人一样爬起来。蔡永辉恶声恶气让她回家，别丢人现眼，再搞这出没她好果子吃。蔡永辉能同意来演戏，谁知道人家谈的什么条件，不该我们管。走吧。妈妈一点都不在意的，别过头回厨房做饭。最近妈妈不怎么爱去买菜，去也非要找个口罩戴。我不解。她缓缓吐出这段时间经常有人一直盯着她，等她转身就嘀嘀咕咕，戴上口罩就没有这些目光。我觉得奇怪，还以为妹妹仍旧不死心，在寻找我们。原来是妹妹在开直播，她正在医院看护丫丫，说孩子外婆把孩子扔医院不管，又没怪她，怎么这样撒手不管。她是懂春秋笔法的，语焉不详，引得网友不断发问。她苦着脸解释，看到孩子摔成这样，哪个做父母的不心疼？更何况要不是她。我说了妈2句，没想到她怄气就走了。我敲字，不懂就问，单亲妈妈吗？老公没了，需要亲妈带孩子。她脸色瞬间一变，我老公工作忙，让妈来帮帮我。现在怀着孕，还要照顾2个孩子，根本抽不开身。评论区顿时刷满心疼姐妹抱抱。我发了个惊喜的表情，哇，姐妹，你这么年轻就有2个孩子了，还怀了1个，看不出来呀。孩子多大了？说起这个，她愁眉不展。大女儿应该是1岁多，就是病床上这个，小女儿4个月。我开始拱火，那你老公确实工作挺忙的，造娃丁点不落，这是假的母婴博主吧？哪有亲妈不知道孩子年龄的？2个孩子年龄靠这么近，又怀孕了，应该就是假的。卖完惨，下一步是不是要带货了？他拿米饼的手都僵了一下，但还是敬业地把广告词念完。评论区被铺天盖地的就是这才开播没几天就带上货了，还说家里困难。不见得呀，我之前就觉得不对劲，张口闭口亲妈的错，原来是营销啊。大家看他最新视频评论区全是反转不满，我也打开他最新视频，多机位拍摄他在医院照顾丫丫多多的一天。他为了生孩子脱轨社会多年，怎么可能拍得这么专业？我正这么想着，评论区一条长屏几乎全点出来了。他突然火起来，挂着本科大学生为爱结婚，辛苦带2娃的幌子，但全都存疑。1说是大学毕业就结婚生孩子，还拿出自己身份证作证，但学信网根本查不到他的学历信息，学历造假。2个小孩年龄差不到1年，大学生会这样2年抱俩吗？不符合人设。3自己穿的确实破破烂烂，孩子崭新干净，立爱孩子人设。但4月5号的视频，他一举手，丫丫就吓得不敢动。丫丫会说话，但从来不叫妈妈，和她不熟的样子。4街上，丫丫经常婆婆姨姨的喊，明显和外婆更亲近，可能被外婆推下楼吗？所以她说外婆害孩子摔这样也是假的。另外，之前一直洗拍摄视频这么专业，是因为本科毕业聪明，学历都造假，拍摄视频就是有团队。大家擦亮眼睛，不要给他刷礼物给热度了。这条评论下盖起长楼硬核，我再点进直播间，他正气定神闲地读这条评论，一一反驳，理由站不住脚，粉丝锐减，更是出现了进我主页看主播撒泼。他主页只有妹妹那天在小区演戏的视频，配文：妈妈是被你也这样抓头发打过。
才祈求他原谅吗？我看笑了。这届网友名不虚传，转头对妈说：“妈，下次你大大方方去，别人要骂也是骂你大冤种，养了个白眼狼。”但事情还没完，第二天，这位网友就更新视频，妹妹神经兮兮跑到他家门口，大喊大叫，说我们不给他留一条活路，他就是想赚点钱，打胎逃离，对他非打即骂的蔡永辉，为什么要给他使绊子？蔡永辉是她老公吧？真这么惨，为什么不在直播间说实话？比起这个，我更好奇他怎么找到博主家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借机炒作，现在被锤死了，还想出来借着被家暴捞钱。他这前后冲突啊！之前活脱脱的恋爱脑，现在清醒打胎，想让大家怜爱他吗？我反正是不信。这条视频过后，妹妹火速消耗跑路，大家一致认为是自己说对了，对她更加唾弃。只有我知道，她的账号是蔡永辉在操作，不然哪来的水军，哪来的团队？她皮相不错，蹭上宝妈自强自立的热度，或许是真想自己赚点钱，逃离蔡永辉。她的意图公布后，蔡永辉只会更加严防死守。只是不知道他怎么说动蔡永辉让他做自媒体的。毕竟婚后蔡永辉不让他抛头露脸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很快浮现出答案。蔡永辉欠了一堆外债，自己住的那栋房子也刚抵押出去。我在本地法拍房推送里看到了他的住房，我猜他现在钱没了，极度暴躁。妹妹也知道重生是真，自己这胎必定是女孩，怕和上辈子一样，恐怕这才是妹妹想逃离他的真正原因。当天下午，蔡永辉在小区挨家挨户的拍门，一路问到我们家，邻居只说没见过我们，只知道是一男一女在住，不常在家。蔡永辉见我们没有动静，说了句妹妹卷了他的钱跑了，就转去下一家。妈妈听到他脚步声渐远，呸了一声，活该，要不我们搬家吧。妹妹这一走，说不定蔡永辉狗急跳墙，找我们麻烦。妈妈看了我一眼，安抚道：“没事，他自身都难保，不会再来了。”真以为你妈吃素的，一辈子躲着他走，他上辈子那样对我们，我也要忍气吞声。妈，你干什么了？他两句话勾起了我的兴趣，但之后闭口不谈，末了憋出句你可以当作是他的报应。我是从来不信报应这种说法的，但最后一次妹妹的消息让我动摇。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够5个月，只能引产。她求妈妈帮她签字，妈妈问她没有孩子后怎么办，她说会好好找个工作，把丫丫多多养大，闭口不提离婚的事。妈妈秉承着懒得再管的理念，把她再一次送上手术台。没想到这是个已差不多成型的男孩。妹妹愣了一天，抱着他不撒手，直到蔡永辉赶来，她半哭半笑：“辉哥，你看，我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。”蔡永辉没什么反应。蔡老太婆倒晕过去，蔡永辉把孩子接在怀里，郑重地再次向妹妹画饼：“没事，这次虽然是个女孩，下次一定能成功。女孩我也爱，没事的。”妹妹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好好看看，这是男孩，是你盼了这么久的男孩。”蔡永辉僵住，翻开小被：“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个女孩。”说着和妹妹厮打起来，他们两个精神都出了问题。好在蔡老太婆清醒过来，可惜人虽清醒，却认不清妹妹和蔡永辉。我路过他们临时租住的地方时，还听见蔡老太婆中气十足地叫骂：“蒋婷，你把我的孙子害死了，还我孙子命来！”说着举起拐杖重重敲在蔡永辉背上。神志不清的蔡永辉立马唯唯诺诺地答应：“妈，
下次我和辉哥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，您别动气。偶尔清醒的妹妹比他头低得更低。妈，都怪我，是我害死了儿子，是我活该。蔡老太婆听了也狠狠敲他一下。蒋婷，你这个扫把星！话音刚落就被口水卡住，连咳好几声。看蔡永辉和妹妹都不来帮他顺气，跪在地上呜咽，颤颤巍巍数出几张纸币，求路人帮他买药，连跪带磕。我一路向前，再没回头看过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